连续第7天了，我的心脏像被钻死了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加班吗？怎么天旋地转的？红绳绳还在，玉呢？我从小带到大的平安玉呢？这红绳上原有块玉，刻着江字，您见过吗？我穿越了。姑娘，我救了你，总得讨点辛苦钱。你那红绳我也没动。玉跟我穿过来了，不在我身上，就一定在别处。找当铺，这种地方肯定有当铺。老板，有没有人拿一块旧玉来当？上面刻着个江字。没有当片，没有凭证，请吧。铁剑门，是我的玉，就是那块。铁剑门找了数百年，淮安村被屠，江家玉佩不知所踪，今日终于重见天日。这块玉是你当的？红绳玉佩是一套，江家祖传信物。姑娘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不知道什么江家，那块玉是我家传的，还给我。这块玉是江家剑道的钥匙，武派找了数百年，你说是你的？放开他！玉，还给他。灵梅傲雪，你是江家的人。江怀玉，你还没死。师姐，杜玉溪，跟上。怀玉，红绳上绣的是她的名字。听雪楼，字迹和玉佩上的江字是同一只手刻的。这就是听雪楼。手指一划，布黄子就裂了。槐树上多了一道剑痕，得玉佩者可得长生。听雪楼那位白衣剑仙活了1000年。武派会来的，天下人也会来的。长生这2个字就够了。陆寒生以为自己是执棋的人，他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棋子。武派等的从来不是长生，是江怀玉的命。这一次斩草除根。红绳上绣着怀玉，我为什么会喊她师姐？那股冷香，很久很久以前在雪地里闻到过。明天给她做点什么吃的吧。卯时天都没亮透，这比加班还折磨人。鸡蛋，谁放的？不管谁放的，炒了再说。师姐，吃早饭怎么样？合不合口味？是他，每天天不亮，他亲自放的鸡蛋。那我每天都炒蛋炒饭，你不说话，我也不说，这样就很好。三娘，我半夜被雨淋醒了3次。你住西边啊？楼主那间房就不漏，他把所有好瓦片都挪自己屋顶上去了。同上上，这账谁记的？三娘，这量也太多了吧？反正楼主也不管我怎么做，爱吃不吃，尝尝。我在这楼里27年，楼主吃我做的饭从来没夸过一句，但每次都吃完了。三娘，可能我做的比较好吃。隔夜饭炒蛋炒饭才好吃，再加点葱花。不说话，就这样面对面吃同一锅炒出来的饭，这样就很好。某月某日，鸡蛋1枚，葱花1把。师姐吃完了，记杜玉溪账上。师姐，早点休息，
明天卯时院子里练剑，你说的。师姐，他在照顾我，用他的方式，不说话，只是每天放一枚鸡蛋。柳三娘也知道了，她把隔夜饭和葱花都备好了，以后每天早上都炒。你放一枚鸡蛋，我就炒一碗饭。你不说话，我也不说，这样就是听雪楼的早晨。师姐，今天早上我去厨房的时候，灶台上已经有鸡蛋了，没什么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三娘，你每天留隔夜饭和葱花，是不是知道那鸡蛋是谁放的？你来了之后，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，放一枚鸡蛋，然后坐在窗边等你端饭来。以后每天早上我都给你炒蛋炒饭，这个我保证。听说你们楼主剑法很好。就这么走了？他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。点菜！这什么破菜，也敢收钱？松手！这就是听雪楼，不用动手，人已经跑了。今日刀剑、钩边、短剑、短戟有5件，一共13件。先把地扫了。这就是听雪楼的日常。这柄剑剑鞘上刻着苍梧派的松纹。杜姐姐，你说这些人为什么一波一波来？明知打不过楼主还来？师姐最近擦剑的次数变多了。刷，哈，看剑，闭嘴！你不是想学吗？握剑，错了，太僵了，剑会抖。奇怪，这个姿势好像练过很多遍。那个起手式，1000年前他教了3遍我都没学会，现在他不记得了，却一次就摆对了。明天卯时，院子里见。师姐，就不能通融融吗？我向来习惯晚睡晚起，这般早起实在太难为我了。没扎好。师姐，你给别人扎过头发吗？这样握剑才利索。1000年前他也是这么说的，一模一样的话，一模一样的语气。1000年了。师姐，这个步伐叫啥？铁链。楼主，镇子外面好多铁链，好多黑衣人。今天不学了，在屋里待着，不要出来。他不让我去，每次都这样。江楼主，是仙子，昆龙真祖专门为克制江家剑法创出。 64种心术。不可能，他看穿了符文的明灭频率。困龙阵，困不住龙。快了，等锈全部掉光的时候，他也该练成了。师姐，我怕你一个人。没事了，困龙阵困不住龙。师姐，师姐，你的手在抖。1柄、2柄、3柄，整整24柄，断得齐齐正正。铁剑门困龙阵专用剑24柄，已断，可熔铸菜刀。师姐，吃饭，今天加了双份葱花。师姐，铁剑门还会来吗？会，等他们来齐。他在等什么？师姐，你最近擦剑的次数变多了。师姐不是在准备防御，
是在准备一剑。快了。你的手在发抖，握剑千年从来没有抖过的手，在拢我头发的时候，指尖微微发颤。小石头，去把那堆铁链收拾了，碍眼。第一柄间隔处断裂，切口平整，可容3把菜刀。苍梧派松纹剑碎片3斤，落霞山庄柳叶刀2柄已弯。这就是听雪楼。昨夜剑气纵横，今早鸡蛋炒饭。这柄钢口不错，打菜刀合适。师姐，吃饭。今天加了双份葱花，还滴了2滴香油。头发散了，我给你重新扎。师姐，你说他们还会来吗？来齐了，一次解决。那说好了，他们来你打，我负责练剑和你的一日3餐。一壶茶。你是他师妹？是。明天傍晚，镇外竹林，一个人来了。看着，你摆出来的起手式，从头到脚都写着江家2字。10年前我寒症发作，你师姐用剑气封住了我胸口经脉，没有那道剑气，我早就冻死了。这是我丈夫方仲远留下的雪梨膏，他死之前膏还在炉子上熬着。陆寒生告诉我，杀我丈夫的人在听雪楼，我不信，所以我来了。告诉你师姐，陆寒生在青城山设局，5派在镇外布困仙阵，他再强也只有1个人。师姐，方玄素说5派在镇外布了困仙阵，他还说陆寒生杀了她丈夫嫁祸给你。我知道，明天开始学踏雪。你不是想帮我吗？先学会走路。求见江楼主。陆家世代短寿，曾祖41，祖父39，父亲38。斩因果不能续命，代价我告诉过你，封存全部情感，不老不死，看着所有人老去死去。你不愿意？你有一个儿子，今年13岁，笑起来嘴角有梨窝。如果你修了斩因果，你会忘记他的脸。是，求你替我儿子斩一次。斩因果只能用于一人，我已经用了。那陆某只能用别的方法了。师姐知道他会做什么，但她还是让他走了。明天练剑，不准偷懒。他有儿子的，笑起来嘴角有梨窝，可他为了救他，要去害别人。这味道不对，是迷药。小杜，菜篮子在这里，还有一只血。那陆某只能用别的方法了。伞不要了，回头路也不要了。哎，他会在青城山设局，用天下人的贪婪逼我就范。小杜，小杜！迷药3部罪，是陆寒生的人。欲寻杜氏女，3日后青城山下，陆寒生拜上。陆寒生这是在找死。你会教出心法吗？守好厨房，鸡蛋每天照放，他会回来的。江楼主若教出斩因果心法，陆某当场放人；若不教，他替江楼主还。师姐，这一次换我来接他。1000年前你替我挡了一剑，1000年后该我去了。这把小白菜看着新鲜，配蛋炒饭解腻。这味道不对，是迷药。邪是蹬掉的，人不是自己走散的，是被拖走的。三娘，镇口有马蹄印，往山上去了。小石头，回楼去告诉楼主。楼主，杜姐姐不见了。3部罪，青城派的独门迷香，是陆寒生的人。陆寒生这是在找死。逼他出手，也许我就能救下平安。平安，
再等3天。3日后，青城山下，我的剑也在那里。他会后悔的。拖拽痕迹有4人以上，是陆寒生的人，错不了。3日后，你去镇口茶摊听消息，把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下来。听说了吗？陆寒生绑了听雪楼的人，3日后青城山下。铁剑门24剑臣弟子往青城山去了，苍梧派也去了，全去了。 3日后一起去。你不是要把所有人的名字记下来吗？陆寒生把消息散布到了整个江湖，连卖炊饼的都来了。他要的不只是5派，他要的是天下人，让江怀玉在天下人面前，要么交出心法，要么出手。这一次，我们5派欠淮安村的债，该还了。1000年前你替我挡了一剑，1000年后换我去接他，他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江楼主若交出心法，陆某当场放人；若不交，他替江楼主还。诸位，长生之术不该由一人独占，天下人的长生就该天下人共享。江楼主若交出斩因果心法，陆某当场放人；若不交，他替江楼主还。交出心法，长生不该独占。再多一点，再想一点，让天下人逼他。师姐，你别一个人来，千万别一个人来。他一个人来的。头发散了，回去给你重新扎。别怕，斩因果不能续命。你儿子今年13岁，笑起来嘴角有梨窝。你愿意忘记他的脸吗？方仲远穷尽半生寻访续命秘术，从来不是贪图长生，只为治愈他妻子与生俱来的寒疾。是你亲手诛杀方仲远，断了方玄素唯一的解药，也亲手除掉了唯一能救治你幼子的人。你刻意告知他，害死夫君的凶手藏在听雪楼。你步步算计，只想借他之手除掉我。陆掌门，那半夜古籍上的折角是你折的，仲远从来不会把古籍折角。你绑架杜姑娘设这个局，是为了逼江楼主替你儿子斩因果。你不配提起仲远的名字。这下后人听雪楼被他当刀使。我承认，方仲远是我所杀。所谓天下长生，从来都只是借口。你儿子身上的寒疾尚且有医治之法，需3味药材：赤焰花藏于落霞山庄药库，紫云藤产自紫阳宫丹房。那他儿子呢？他会活下来的。陆寒生欠仲远的，让他儿子用一辈子还。做一个好人就是还债。师姐，我刚才怕你一个人来。3味药：血剪草、赤焰花、紫云藤，记住了。师姐，他儿子的寒症真的能治好吗？方仲远找了半辈子的药方，最后3味药他替陆平安采回来，欠方玄素的，用最后的药方来弥补。血点草见了日光就失效，必须在日出之前采到。还在，没坏。你欠的债还在你自己身上。方姑娘，3味药都在这里了。我欠你一条命，这辈子还不了，我儿子接着还。不是原谅你，是仲远的药本就是为了救寒症。杜姐姐，陆寒生把3味药都采到了，有人看见他跪在六合门外，把药交给方姐姐了。师姐，陆平安以后会怎么样？方玄素会教他练剑，他开了一家药铺，专门给人治寒症。师姐，前面有人。江楼主，5派欠的债还没有还完，困仙阵的铁链已经重新布好了，64条5重符文，这一次不是困阵，是杀阵。江楼主，5派等了1000年，等的从来不是长生，是江怀玉的命。我师父太乙真人1000年前赐了江楼主一剑，他收了1寸力。淮安村的槐花，太虚师伯在镇心守了1000年，等到你们的时候，槐花还在供桌上，没有枯。师姐，那些光，子阳去了。他说困仙阵困的不是江怀玉，是太虚自己。他们要来齐了。回来了，三娘，楼主和杜姐姐回来了。瘦了，吃饭。
你再被人绑一次，我敲你更重。疼吗？苍孔派的松风步。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，听雪楼的院墙不是谁都能趴的。3个方向同时摸进来，他们是在测试我的感知范围。走吧，下次来我就不收礼了。鸡蛋，70个鸡蛋，那柄剑是我用鸡蛋换的，送给谁了？第1页1波，第2页3波，第3页他们在找我的盲区。全中！青色剑气18道。4天，从7尺到18尺，从72道到90道，从全淡蓝到18道正清。楼主，你看，咱听雪楼的库房真的放不下了。师姐，昨晚是最后一波探子，他们今晚还会来吗？不会，该来的人今夜会在镇外集结。杜姑娘，铁某今日来只为一件事，接我一剑，接住了，铁剑门退出。这一剑叫血引，铁某花7天7夜铸成。亮暗间隙只有1次心跳的1/10，够了。你感知到了精血核心，你截断了血线，不是硬接，是截断。这3式是江家剑道的旗手，你练了多久？第1剑血雾，我输了，但还有第2式血锁。血锁，8柄剑，8颗精血心脏，频率一样向位错开，没有间隙。 8颗心脏一个源头，他的心跳就是连接。你找到了，全部被斩断在一根血线上。2剑，1剑够了。铁某认输，铁剑门退出，从今日起不再踏入青石镇。鸡蛋70个，是我刻的。你天赋好，以后一定能成为天下第一。到时候要还我70个鸡蛋。师姐，1000年前那柄剑上刻的“鸡蛋”2个字是用手指刻的。今天不练剑，坐。1000年前这柄剑不叫绣剑，叫听雪。铸剑的铁匠姓怀，住在淮安村祠堂旁边。淬火用的是祠堂屋檐下接的雪水。他说雪水淬剑，剑会记得冷。苍松子和洛无尘的合击没有连接，松涛是一片海，刀网是一团火，木生火，风火共生，永远不会同时断。没有连接，但有呼吸。你要找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缝隙，是自己和自己之间的缝隙。找到他们各自的呼吸，然后把剑气刺进去。吃饭，打之前不吃饱，明天哪有力气？师姐，他们来了，2个。等天亮，困仙阵的铁链要在日出时换一次符文频率。天亮时，木与火会同时烧过来。趁热喝，打起来没人给你热第2碗。杜姐姐，我把库房里的兵器都登记好了。铁掌门说5派是磨刀石，那磨刀石算不算兵器？杜玉溪，我不会先出手，除非你倒下了，或者你自己找到呼吸的间隙。杜姑娘，你能斩断一根线，但斩不断一片海。不是2人之间的缝隙，是自己和自己之间的间隙。他刺的不是松涛，是我的呼吸。你感知到了呼吸的间隙。我和你师姐交手3次，你也在第3次斩断了呼吸的连接。我说过，5派当了1000年的磨刀石，他每接一战，剑气就长1截。云师弟的7剑回一，连接也有6处。瑶光是门，你能接吗？接不住。师姐在保存内力，困仙阵的64条铁链在阵外，每一刻都在消耗她的内力。钢口不错，刀就是刀，切肉和杀人，看握在谁手里。活下去，成为天下第一。师姐，为什么瑶光不需要连接？6处连接都可以斩断，但瑶光不会断，因为它不连接任何人，它只指向北极。就像循环审批单，留了一圈，最后还是回到发起人手里，得在发起人那里关门。师姐，瑶光的门，我想试试，把剑气送进瑶光。把你的剑气送进这个光丹，不碰剑身，只穿光丹，能做到就能穿过瑶光。收缩的那一瞬，光丹缩到最小时，中心最冷，那就是门。做到了。不碰门框，不触发符文，从收锁的间隙里穿进去。瑶光每一次吞吐归一剑气，符文就会亮一阵，亮是呼，暗就是吸。你找到它从吸转呼的间隙，不是穿过去，是融进去，让我的剑气频率和归一剑气一样，让门以为你本来就在里面。
不是刺，是穿。不碰符文，不触发联系中华大动荡。姚光光的方控之外分成了2股，只是从吞准的灌入滑进去。瑶光每次吞吐归一剑气，剑身上的符文就会亮一瞬，亮的那一瞬是呼，暗的那一瞬是吸。要穿过那道门，不是找间隙，是让自己的剑气和瑶光同频，就像在字缝里插上自己的剑意，和把剑气混入归一剑气是不是一回事？让剑气频率和归一剑气一样，门分清谁是谁，门自己就开了。做到了，不碰门框，不触发符文，从收缩的间隙里穿进去。不是关上门，是让门以为你本来就在里面，同频道瑶光分不清谁是谁。是。师姐，100道剑气，25道转子，瑶光的门，我想试试。光不是死的，光有呼吸。来了，他周身剑气内敛至极，气息收敛的极深。此人修为莫测，比先前3位掌门更难探知深浅。铁掌门血剑一事，是你暗中截断了血气脉络。我途经阵口，困仙阵铁链依旧静止，尚未引动阵法。七剑归一，不是七柄剑合为一柄，是七柄剑的剑气归一。云某修了30年，只出一剑。 6处连接我都找到了，但每一剑都是圆。瑶光是门，门里是空的，吞吐之间有一个极短的间隙，你感知到了？不是刺，是穿，不碰符文，不触发连接，只是从吞吐间隙中滑进去。瑶光自己都没发现，门开了。现在只要我愿意，每一扇门都对我敞开了。你在瑶光里面，你怎么做到不让符文触发的？你不是斩断了循环，是进入了循环。飞云阁退出。 吞吐之间的间隙不到1次心跳的1/10，你是怎么教他的？我们练的不是斩断循环，是进入循环。不是穿过去，是融进去，让剑气频率和归一剑气一样。瑶光是门，门里有空隙，我从空隙穿进去的，不是刺，是穿过。吞吐之间，他穿过去了。他不是斩断循环，是进入循环。江楼主，云某修了30年七剑回一，从未见过有人从瑶微吞吐之间穿进去。 我们练的不是斩断循环，是进入循环。师姐练的也是这个，不是斩断，是进入。杀了人就进入不了循环。杜姑娘，在瑶光里面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空的，没有符文，没有剑身，没有连接，只有空间。我修了30年，修的不是如黑破，他却早就进入了循环，进入1000年前那场屠杀的循环。铁匠铺，70个鸡蛋，那柄剑是我用鸡蛋换的，送给谁了？师姐。 这柄短剑也是怀师傅打的，和听雪剑是同一炉铁，同一瓢血水。同一炉铁，同一瓢血水。你用换鸡蛋那柄送人，自己留的那柄剑柄没有刻字。怀师傅，70个鸡蛋，我攒了3年。剑柄还没刻字，你换的剑你自己刻。刻到第2笔时划了一下，蛋字下面那一横歪的。师姐，我等了好久，这柄剑好新。你天赋好。 以后一定能成为天下第一，到时候要还我70个鸡蛋。好。1000年前那柄剑上刻的鸡蛋是用手指刻的，蛋下面那一横歪了。他用那柄剑握了1000年，字迹磨平了，但蛋字下面那一横还在歪的。师姐，以后每年的蛋炒饭多加1个蛋，那一个还给怀师傅。以后每年的蛋炒饭多加1个蛋，71。 为什么是71？那一个还给怀师傅。1000年来他都没等到人回去关火，现在关了吧。师姐在等，等他破阵，就像困龙阵那一夜。铁链不只是在地面，每一条都在向下延伸，往地下深处扎去。 师姐，阵眼在地下，108根阵柱，每根刻满名字，每根阵柱上还刻了5派1000年来死去的人，是他们的因果。当铺老板替客人挡了一剑，豆腐铺哑女死前手里还握着豆腐刀。5派想用师姐的名字镇压师姐的因果。太虚师伯的建议不是攻击，是验证。他认得师姐亲手教的踏雪寻梅，这把锁的钥匙是云飞渡自己传给我的。
从瑶光剑系里带出来的那丝剑意。困仙阵从来不是为了困住你，是为了困住他们。淮安村137人的魂魄被血迹钉在地下1000年，108根镇珠，欠债的和被欠的都在这里。飞云阁弟子顾长云，19岁，试剑时被自己未成型的皈依剑气反噬。云飞渡的师兄六合门长老方仲远，没于青城山下，死于非命。太虚师伯把他的名字也刻上去了。师姐的名字，武派用血迹匕首刺进柱心的，是钉进柱身深处。太虚师伯不是在攻击，是在等有人能带着师姐的剑气来到这里。供桌比原词低了1寸，这样他放槐花时不用弯腰。供桌正中偏左3寸，那是1000年前他回头最后一看到的位置。槐花在他肩后偏左3寸。贫道一生没杀过人，欠的债，困仙阵困的不是江怀玉，是贫道自己。太虚师伯把欠债的和被欠的都刻上去了。太虚师伯的剑意护了他1000年，直到我来解开。这滴血，我把他带回来了。淮安村茶滩周老四，困仙阵破了，血迹解了，不用再守着祠堂东廊了。怀师傅，听雪剑还在，淬火的血水没干，剑柄上刻的鸡蛋被师姐握了1000年，字迹磨平了。太虚师伯，你修的不是祠堂，是3个人的因果。下雪了，大热天的，这雪怎么是紫的？师姐，108根镇柱净化完成，137滴血全部升天，你的名字，你的血，都带回来了。太虚师伯说，祠堂供桌左边第3寸的地方有一朵槐花，他替你看了1000年，没让他哭。1000年前我在镇心里留了一朵槐花，我以为它会一朵，现在有第2把了。你长大了，128道剑气全部化形弹子，比1000年前的我更快。铁链没了就该吃饭。小石头，去把院里的铁灰扫了。是你教的，师姐，你用1000年等一把钥匙，就不怕我打不开？你会开锁，我知道。江楼主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弄错了对手，该看的不是你，是他在每一次战斗中怎么成长。苍梧派先祖是当年围困淮安村的5派之一，传到我这代，我把崔松一式拆了。48柄柳叶刀，每一柄刀背上都有一道裂纹，上次合击时被杜姑娘的剑气震裂的，我没补。云某修了30年，修的是如何让7剑同步，直到杜姑娘进入瑶光。今日5派联手，请江楼主真正出手。5派欠淮安村的债还不完，但欠债的人总要当面认。这不是破我们的招，是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欠的他都记得。原来遇到真正的傲雪，会自己愈合。他却把松涛变回了风，让他回到还没被修炼之前的样子。我的刀留在这里，还利息。江楼主，你从头到尾都在让，困龙阵让了，雪剑让了，困仙阵让杜姑娘去破，5派连当磨刀石的资格都是被施舍的。江楼主，苍梧派总共向你挑战过7次，每一次你都赢了，但每一次你都没有毁了苍梧派。贫道练了一辈子松涛，今天第一次听见风自己吹过的声音。这松枝是从苍梧山最老那棵松上折下来的，欠淮安村的苍梧派认。1000年前你复仇时，书房里还有8个女弟子，你看了她们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我母亲就在那8个女弟子之中，那一眼她记了一辈子。红绸是历代庄主双刀的刀碎，落霞山庄票欠淮安村的刃。飞云阁祖师是唯一反对屠村的人，但当时未能阻止。飞云阁欠的债，云某认。师姐，他们留下的这4样东西，不是兵器，是信物。他们不是在求和，是在……1000年前留5派的根基，不是仁慈，是不想再造新的孤儿。但你们把这些放在这里，淮安村137口人，每个人都会收到。他说收到了，不是托辞。太虚师伯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刻上了镇柱。小石头，去把院里的铁灰扫了。哎，原来他等了1000年，等的不是复仇，是有人能替那些没有名字的人把名字念出来。铁剑门铁符1枚，苍梧派松枝1节，落霞山庄旧仇1方，飞云阁残刃1枚，磨刀石不收，另开一栏写信物。这是云飞渡祖师的断剑残片，阁中世代相传，碰之前要解剑。三娘说欠债要记账，我把欠债的和还债的都记在一起，以后给杜姐姐看。江楼主，4位掌门来过了，他们把欠淮安村的债认了。贫道的师傅太乙真人1000年前连刺了你一剑，他收了1寸力。太虚师伯已经走了，师傅欠的债师伯还了，师伯还不了的，贫道来还。别怕，太乙真人的子是日暮西山，
我的子是日出东山，不是破而后立，是破着了杜姑娘。他承受住了，不是用剑气，是用心。你是千年来第一个承受破侵而不反击的人，今日赐你这一剑，破即是利。杜姑娘，这个木盒是太虚伯千年前托紫阳宫代代相传的，贫道等这个人等了1000年，这个人是你。师兄，困仙阵我设了108根此安住，其实阵斗伤在不伤正，剑气刺入血滴而不伤血迹自解，此事无解。第108版，公桌低1寸。他放槐花时不用弯腰。贫道修了108版祠堂，是替所有没来得及说对不起的人修。他将槐树苗种在青石镇后山，也就是现在听雪楼院子里这棵。他在这里种下它时就知道，等它长到能遮到院子，我便会坐在这树下。他修的从来就不是祠堂，是给我们3个人的去处。师傅修了一辈子，修的不是祠堂，是他千年前没说完的话。江楼主，太虚师伯修了108版祠堂，最后一版定稿之后，他在朕心里自赐一剑，不是赎罪，是等。信图纸、槐花3件都送到了。千年来，紫阳宫历代掌门继任时，都要对着这木盒扣3个头。现在债还完了。斩因果封存1000年，期满加倍反噬，他一个人扛不住，我来分担。每一缕白，都是还的债。每天都会多几根，你要每天记吗？楼主今早掉了7根白头发，我数过，27年，他一根白也没长过，现在开始长了。我可以替他分担，用我的命换他的命。师姐，还不睡？剑气在反噬他的经脉，他的手越来越凉了。不要分给我。每一道皱纹都是替他还的债，值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重要。吃饭。今天多放了葱花。第4天了，满头的青丝，只剩最后一缕黑的。师姐，我帮你把最后一缕也输进去吧。以前是他给我扎头发，现在换我了。石头，你在记什么？楼主每掉7根白发，杜姐姐手臂上就多一道纹。三娘，她在替楼主还债。以后每天早上的鸡蛋多煮1个，给小杜补补。师姐，他又去厨房了。欠他的因果，不能用他还。你放鸡蛋，我炒饭，1000年没变过。现在你想不放了，我不答应。这个煮的是柳三娘的，那个炒的是我的，你都要吃完。以后不用剑气分担，我能扛。你不能，所以我来。反正我也不年轻了，多几道皱纹怕什么？2道纹换师姐2根黑发。这笔账划算，痛是痛了点儿，但师姐握剑1000年受的苦比这多得多。2枚蛋，1把葱，他1碗，我1碗，一起吃。小杜，你跟楼主一样，都不会喊疼。把手伸出来，以后每天洗完碗来我这儿擦一遍。不值钱的山草药，管不管用不知道，涂着吧。师姐。今天掉了12根。1000年前你教我握剑，今天换我握你的手。分担到什么时候？细纹不是伤，是剑气自己在经脉里开了新路，反噬的因果被剑气同化了。师姐的因果和我的剑气在经脉里融合了。师姐，你看这些纹路是剑气通道，分担反噬不是在消耗我，是在打通我的经脉。剑气破而后立，不是反噬，是重塑经脉。每一道皱纹都对应一条新经脉打通，不是还债，是淬炼。以后每天多加2个蛋。杜姐姐，你手臂上的纹路不是乱长的，是按江家剑道的经脉路线排列的。师姐的因果反噬在你体内化成了剑道经脉，不是伤，是剑谱，活的剑谱。从今天开始换个差事，帮我记每次出剑后哪个位置发热。36道，踏雪12，寻梅12，灵梅12，正好是前3世的经脉数。这道最深，是分担你左肩那道旧伤反噬时留下的。我们经脉同步了，不是分担，是共享经脉。
以前只能直刺，现在剑气能拐弯了。新静脉打通了旧剑气到不了的角落。好吃。什么时候加的核桃？吃完再练。那些今天教你傲雪。傲雪不是攻击，是消解，让对方看见自己的因果。不是攻击别人，是用自己的剑气映照对方的剑气，像镜子。第一层，让一片叶子落得慢一点。这什么功夫，连酱汁都能接住？师姐教的，不是接住酱汁，是让他知道自己不该掉下来。杜姐姐，这个能不能接住我弹弓打出去的石子？傲雪第二层，不是用剑幕罩住别人，是让别人的剑意自己愿意停下来。他自己停下来的，不是被我拦住的，我没有拦他。1000年前我用了3年，你用了4天。师姐，傲雪的第3层是什么？第3层，2片剑幕重叠，你感受一下。我看见了，1000年前的淮安村，祠堂前，你把槐花放在供桌上。傲雪映照出来的，是我自己1000年前留在师姐身上的因果。师姐，这是你1000年前看到的我，从傲雪剑幕里。傲雪第3层，用剑幕照见因果。柳三娘穿过剑幕时，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丈夫吧？她在剑幕里看见的是当年在镇口被柳三娘捡回来的自己吧？傲雪不是打架用的，是让人想起来的，想起来自己欠过谁，又被谁护过。师姐，傲雪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看见因果，是2个人一起展开剑幕，让因果在剑幕里和解。你回来后，傲雪映出的是我们一起欠过的和被欠过的，那就一起用傲雪，让这座楼里的每一块瓦都记住，1000年前有137个人在淮安村生活过。师姐，剑幕里能看见所有人的因果，除了你，因为在你的因果里，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。原来我的因果也只有一个画面，和你的一模一样。这是仲远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，是他亲手雕给我的。那年冬天我旧疾发作，他跟我说等槐花开了就带我回他老家看槐花。方姐姐，你今年来得早。我不是来住的，是来告诉你我要去青城山下开一家药铺。陆平安的孩子一个人在青城山下，药快开起来了，但没人教他怎么治寒症。仲远的药方我最清楚。方姐姐，你不是去教他治寒症，是去把他当成仲远没来得及救的那个人，重新救一遍。房子得一站子还，做一个好人就是还债。路上吃，冬天山里冷，药铺记得生炉子。方姐姐，明年冬天带陆平安来过年。仲远，我把药方传下去了，给所有在冬天里等不到槐花开的人。师姐，方姐姐去青城山下开药铺了。1000年前淮安村也有一家药铺叫仲远堂的前身，方家世代行医。淮安村被屠那晚，药铺掌柜替村民挡了一剑。1000年后，方玄素在青城山下重新点亮了那盏灯。师姐，这棵槐树籽是在雪点草旁边长出来的，和1000年前建淮安村祠堂前那棵是同一脉。3味药救了陆平安子的时候，这棵槐树籽是第4味，还了鹿晗的离别里也该长出欠淮安村的债。到时候让他来看看，他爹欠的债长成了一棵树。杜姐姐，种子发芽需要多久？楼主的白发会不会比槐树籽先长满？种子发芽前要在土里睡很久，能睡是福气，睡够了根才扎得深，种下去的禾秸都会长出来，在槐树下早晚而已。我们不是来挑战的，我们是来买兵器的，用各自门派的旧铁换。铁剑门以旧铁抵旧债，听雪楼收不收？铁剑门第3代掌门佩剑一柄，以旧铁抵旧债，欠淮安村的铁剑门代代还。不是说好开菜刀铺吗？现在真成信物铺了。三娘，咱们改行算了。师姐，5派的年轻弟子来了，不是挑战，是用旧铁换新兵器。他的佩剑缺口是屠村时自己崩的，后人用铁筋补了1000年，还是补不上那道口子。兵器登记完了，槐花还开着，欠债的和还债的在这本簿子里和解了。师姐，这棵槐树籽是在雪点草旁边长出来的，和1000年前建淮安村祠堂前那棵是同一脉。3味药救了陆平安子的时候，这棵槐树籽是第4味，还了鹿晗的离别里也该长出欠淮安村的债。到时候让他来看看，他爹欠的债长成了一棵树。杜姐姐，种子发芽需要多久？楼主的白发会不会比槐树籽先长满？种子发芽前要在土里睡很久，能睡是福气，睡够了根才扎得深，种下去的禾秸都会长出来，在槐树下早晚而已。我们不是来挑战的，我们是来买兵器的，用各自门派的旧铁换。铁剑门以旧铁抵旧债，听雪楼收不收？铁剑门第3代掌门佩剑一柄，以旧铁抵旧债，欠淮安村的铁剑门代代还。不是说好开菜刀铺吗？现在真成信物铺了。
三娘，咱们改行算了。师姐，五派的年轻弟子来了，不是挑战，是用旧铁换新兵器。他的佩剑缺口是屠村时自己崩的，后人用铁筋补了1000年，还是补不上那道口子。兵器登记完了，槐花还开着，钱债的和还债的在这本簿子里和解了。师姐，下雪了，今年的第一场雪。你听见了？雪落的声音，还有我们心跳的声音，一样的频率。石头，去把库房窗户关紧，今晚雪大。冬至雪，鸡蛋1枚，葱1把。师姐说多放了葱花好吃，杜玉希冀。三娘，这枚铜钱挂在楼主床头，以后每年冬至我都加1枚。师姐，1000年前你说听不见雪声，现在能听见了吗？能，因为要等的从来不是雪声，是说这句话的人。现在有人一起听了，以后每年下雪都一起听。听雪楼名字是师傅起的，他说这座楼以后会下雪，不是天上的雪，是剑气凝的雪。师姐，以后每年冬至鸡蛋都多加1个。都别站着了，帮忙摆碗筷。师姐，这棵槐树比我们刚认识时又粗了1圈。原来不是所有的种子都需要等1000年，有的只需要1个冬天。等它长到能开花，我们把这朵也加进书里。这个月你替楼主分担了多少反事？说实话。不多，刚好够我每天早上爬起来炒饭。这就对了，一个放鸡蛋，一个炒饭，谁也不许先停。这柄剑是我师姐用剑气震断的，断口有青紫色剑意残留，说明她当时剑气刚转紫。杜姐姐，库存清掉了30%，五派旧铁不好卖，但新打的菜刀快卖断货了。柳三娘的菜刀是青石镇第1刀。成长这件事不是某个瞬间，是日复一日的把掉在地上的兵器捡起来，擦干净，登记好。此日槐花又开1度，方玄素附槐花蜜1罐，师姐吃蛋炒饭2碗。杜玉希记，可记杜玉希账上。1000年过去了，但听雪楼的每一个明天都才刚刚开始。1000年前冬至屠村，1000年后冬至炒饭，把最冷的一天变成最暖和的一天，用1000年做到了。师姐，吃饭了，今天多放了葱花，是你喜欢的。今天多放了葱花。冬至雪，鸡蛋2枚，葱1把。师姐说多放了葱花好吃，杜玉希冀。师姐，这1年，这1000年，还有下一个1000年，每一笔都记在账上，你的、我的、我们的，都在这里了。淮安村没了，但青石镇还在。1000年前的137人，他们的因果在这座镇上重新生根发芽。人齐了，开饭！小石头去搬桌椅。师姐，这就是淮安村，以另一种方式，在1000年后聚齐了。师姐，你听，听见了，雪声和1000年前一样，只是这一次有人一起听了。1000年前淮安村的槐花落了，1000年后听雪楼的雪还在下，每一片都落在该落的地方。